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染疫后如果一直反复咳嗽、走路会喘，中医如何帮忙修复快呢？我们提供第二个锦囊妙计。步骤2：中医治疗染疫后的修复，尤其在我们反复的咳嗽跟走路气短喘促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确认原因跟对症下药。在染疫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大量的病毒在我们体内复制，入侵了我们的心脏跟肺脏的一个血管，产生了一个持续的发炎反应。我们全身包含心脏跟肺脏，还有部分的其他的器官的血管，都有可能发炎，然后影响到我们的心肺功能。体质好的病人还有可能可以自我修复，但是部分体质弱的病患可能没有办法自我修复，而且它后遗症的时间会比较延长。首先，如果病毒感染我们的上呼吸道，也就是我们的鼻咽喉的地方，我们会出现哪些的变化？在影响到鼻窍的时候，就会产生中医讲的气滞痰湿。那影响到鼻窍，就会出现鼻塞、鼻涕倒流。大家特别注意，鼻涕倒流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症状，它会让我们反复的喉咙会有痰，会想咳嗽。那病毒如果影响到咽喉的时候，就会产生中医讲的化热阴亏。那这个时候，我们咽喉就会特别的敏感或是干痒哦，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反复的咳嗽哦，一直觉得喉咙会有痰黑黑的感觉。那如果病人同时有一些胃食道逆流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胃胀或是消化不良。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伴随着大家会常常会觉得胸闷，讲话气很短。那只要躺下来睡觉就会一直咳嗽，那不管是白天晚上，只要讲话或是吹个冷气，就会一直反复的一个干痒、咳嗽等等哦。那通常我们哪一些病人比较容易影响到上呼吸道？比如说我们过去有鼻子过敏，或是鼻窦炎的病史，或是本身有胃食道逆流的病人，事实上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呢，中医治疗是以益气、通鼻窍，或是滋阴、清热、润喉，或是健脾胃的药物为主哦。比如说像北沙参、白芷、薄荷、桔梗、半夏、白术等等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改善我们局部的鼻咽或是咽喉处的一个经络循环。这些经络循环改善，它的病毒的影响就会减少。或是改善我们的肠胃功能，可以治疗鼻涕倒流，或是咽喉干痒导致的一个敏感性咳嗽，或是合并我们的胃食道逆流等等。那到底中医的治疗跟西医有什么不一样呢？中医可以增加我们病人的心肺功能，而且可以改善鼻咽、咽喉局部的一个血流量，那减少病毒的一个再入侵哦。如果我们病毒影响的是下呼吸道，也就是我们的气管或是肺泡的部分，这个时候呢，这些部位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发炎，出现了中医讲的肺气湿宣的一个痰浊的问题哦。那这些发炎有可能让我们出现很多的黄白黏痰，那整天反复的咳嗽，而且呢，这个时候咳嗽的声音哦，很明显的是从胸腔里面有很重的一个痰音哦。那我们病人常常会出现胸闷、气比较短，甚至呢，有时候血氧会下降，体温也会偏高。那一般来讲，在有慢性肺疾病的，比如说慢性阻塞性疾病、肺气肿、肺肿瘤、肺结核、气管、支气管炎等等的病人，事实上病毒是最容易影响到下呼吸道的。所以，我们中医的治疗用益气、宣肺、清痰热的药物为主，像桔梗、黄芩、鱼腥草、瓜蒌等等。那我们目标是什么？
最主要是康复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矫正感染之后受损的器官，它的经络循环，还有提升我们肺部的一个功能。关键点在哪里呢？最主要是中药，它是一个多靶点的一个治疗，它也可以减少病毒的一个复制入侵，而且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大家记得也必须同时配合合适的导引运动，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哦。康复期呢，我们的呼吸系统仍然有持续的一个发炎反应哦，所以正确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尽量避免影响我们鼻咽部的一个循环，比如说我们要减少冰冷的食物哦，像冰淇淋、冰饮料，大家记得一定要减少食用，要多吃饭、肉、蛋哦，这个时候可以增加细胞的一个修复。那蔬果的量比例不可以太高，蔬果很重要，但是不能全部只有吃蔬果，而且我们要尽量避免过低温的一个冷气，那暂时减少温差过大一个环境，那减少食用进补跟刺激性的食物，还有甜食跟加工的食物。同时呢，适当的运动也非常的重要，大家记得，解隔之后的2个月内，尽量不要过度的激烈运动，也不要在高温哦，比如说很热的一个大太阳环境之下，哦，过度一个刺激激烈的一个流大汗的一个运动，这个都要尽量避免哦。那这边跟大家分享减少咳嗽气短导引运动，大家可以看一下台湾养生保健学会里面的导引运动哦。第一个像腹式调息法哦，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呼吸吐纳哦，让我们的肺活量增加，也可以让我们降气哦止咳哦。那这边有 QR code，大家可以扫 QR code，里面就会有医师带着大家一起做腹式调息法。第二个导引运动叫举平手，那举平手呢，它可以加速排除我们呼吸系统的一个发炎产物，就是痰哦，可以帮忙排痰，而且可以增加我们的心肺循环。好，那这边我们有很多病人哦，就是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哦。第一个，好，病人问说，医师，我会一直咳嗽跟走路喘，到底要多久才会好哦？那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心肺慢性疾病的时候，一般来讲，中药治疗大概2到4个礼拜就可以改善，非常的明显。但是必须饮食、生活习惯、导引运动都要一起配合哦。那如果我们病人有很明显的心肺慢性疾病，像一些心血管疾病、气喘或是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结核、抽烟的病史等等，所以就必须同时修复这些慢性的一个疾病的发炎状况，就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哦。第二个问题，我们病人常问说：医师，我觉得很累，我讲话气很短，我上班真的很累啊，可以喝高丽人参茶吗？事实上，我们在康复期有很多人虽然是表现出体力很差，但是却不是气虚哦，大家记得。事实上，这个时候身体仍然在发炎，所以会建议大家高丽人参茶跟进补的食物，尽量在2个月之内要避免服用。这边谢谢我们很多热血医师的分享哦。那7月17号还有周志宏医师跟大家分享新冠肺炎之后的后遗症，对心血管的伤害跟如何面对。那7月31号还有张乃佑医师的染疫后心情郁闷烦恼多，我应该要怎么办？谢谢大家。